有请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感谢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播出期间打开途牛 APP 摇一摇，摇出100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内容。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且有机会在爱宝中得到途友老师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现金卡。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阿蒙老师，华谊嘉信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下面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一些什么。我现在跨专业，一段校园恋情，单纯当中多了些复杂，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来自校园的恋人，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明25岁，来自吉林，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丽23岁，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应该大学是一个学校的，对不对？是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大几的时候好上的？当时我是大4，你大4，他大4，我大3那会儿。那会儿是哪会儿啊？就是去年他大4，我大3，然后我们在图书馆，我那会儿去图书馆看书，他也在图书馆，也在我那个对面坐着，他学习挺认真的，我呢比较爱吃零食，就在那一边吃零食一边看书。早上也是去看书嘛，没吃饭，直接就去了。我看他在对面正在那吃东西呢，我觉着就肚子就饿嘛。他肚子咕咕叫，我听着也挺不得的。你都听见了？可不嘛。那得叫成什么样啊？图书馆挺安静的，那肯定能听见呀。我都带了挺多零食嘛，然后我就说给他一袋，他那会儿还挺不愿意要。后来我说啊，你回头请我吃顿饭得了，然后他又要了。我管他要了个电话号，我从小就不喜欢欠人东西。你打小靠这手段骗过多少姑娘啊？怎么就那么巧啊？还不要？是啊，然后约出来了，要了我电话，还真给我打电话了。我觉得这个人挺认真的，又挺爱学习。请你出去你就去啊？可不嘛，我觉得他挺认真的嘛，学习又这么诚信啊。你们在一个学校那3、4年都没见过是吧？是啊，就那年。也是缘分哈。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这姑娘挺不错，挺善良的，然后慢慢顺理成章就走到一起了。当时我正准备考研呢，因为我附近同学该出国，该考研都考研了啊。我觉得自己压力挺大的，我就给自己找个出路嘛，赶紧准备点资料，赶紧去学习。对，他就去图书馆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相识了，我们就认识了。他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天天我说吃什么他都给我买回来。我估计这研肯定考不上了是吧？不是，那会儿学习也挺认真，我们一起去图书馆看书。我说8点到，他7点50就等在那儿，还提着早饭。冬天冷凉了，他还给我捂热了给我。结果现在呢，他现在变成什么了？他根本就不接我电话啊！接完电话他就跟我发脾气。你现在是工作了，还是说还在复习考研，还是考上研了？我现在第2次考研了。你为什么不接人姑娘电话？一天我是早出晚归的，我早上出去上自习。然后又上考研课，他倒好，没事大事小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我看不着微信归沟了。不应该吗？不应该互相关心吗？关心是可以关心啊，你挑时候啊，是你给我交的考研班的钱，你不知道我正在上课吗？我给你打电话，你在上考研课，下课给我打电话不行吗？为什么是他给你交的考研班的钱呢？你家里交不起吗？我家里条件不是那么好，再说我以前那个得过病。大4休学就是因为第1次得病嘛，第1次考研初试过了，复试也没去成。怎么了？他那会儿不知道怎么了，反正跟我说后来得了个病，还动了手术。你们俩那会儿谈恋爱了吗？是啊，那会儿。他动手术你都不知道？我知道，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起的。后来他跟我说了，
他说得了腮腺囊肿，然后动了个手术，这儿还留了疤。我第一次考研不是压力大吗？那2天净头脑热的，这儿就鼓个包，然后慢慢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就赶紧上校医务室去看看吧，校医务室就治不了，劝我赶紧回家去上那医院看看啊。回家然后县医院也去了，市医院也去了，治不了这病。我父母着急，就带我去省医院去了啊。省医院拍片说是肿瘤，恶性的，给我爸妈吓坏了。医生说是要动刀拿出来看看，做个病理，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然后当时这儿缝了10针，后来那个大夫检查完之后说是腮腺囊肿，就因为这个我耽误了第1次考研，我还耽误了大4论文。是他那会儿是有一个他说得了腮腺囊肿，结果这儿还留个疤，现在他总是指给我看。然后说是需要长期调理，然后我现在做兼职，给他买营养品还这个考研费。我做了多少兼职，受了多少委屈，你知道吗？结果你现在这样对我。对啊，这个兄弟你这就不对了，人家姑娘对你也算不离不弃了，你干嘛不搭理人家啊？那你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吗？我做服务员，顾客吐了一地喝醉酒，你说我去擦，让我去擦，多恶心！你说我受得了吗？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儿啊？我全为了你啊！你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总说考研为我付出这么多，报考研班为我交钱，你为我又买衣服，为我又买营养品。我一个男人，我第2次大4了，第2次考研了，你知道我心理压力多大吗？你总说为我。你是压力大，那我为你做了那么多，难道你体会不到吗？来，姑娘，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不吵了啊，知道你的付出了。小伙子家里条件应该不是特别好，是吧？是啊。但是你不嫌弃他，是不是？我不嫌弃他呀，但是我家里不太同意。啊，你家里也知道这事儿？我家里也知道，他去过我家2次了，觉着他家境不好，然后又是外地的，以后不知道什么出路是怎样的啊。家里不太同意，所以他跟我说啊，生病花了家里那么多钱，现在考研不想花家里钱了，所以我就直接借钱给他报了考研班，还报了那么贵的考研班，我想让他一次通过。我知道他努力学习那么努力，我觉得他肯定能通过。当时他跟我说他以后会对我好的，结果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当时那么幸福感觉。我考研不也是为了咱俩未来吗？我为了在你父母面前证明我自己啊！你总说埋怨我，我也在为咱俩之间考虑嘛。你说你压力大，那我请你出去看电影，跟你散散心，缓缓心情，换种脑子，更有效率的学习，不行吗？我为你付出这么多，难道你连这点时间都不愿意给我吗？我现在是特殊情况，你总说你啥特殊情况？第2次考研了，2、3个月了。哎呀，你第1次不是生病吗？他第1次是本专业，他第2次他这是跨专业。他说他压力大，他压力有那么大吗？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啊？我不知道我听明白没有。姑娘心里很委屈。是啊。你找了一个男朋友，家庭经济条件不是特好，你家还不同意。可是你冒着家里不同意的这个风险还跟他在一起，对吧？而且他因为生病，家庭条件不好，你还帮他出了考研的复读费用，打了很多工，吃了很多苦，是这意思吧？可是这小子呢，说他考研压力大还不理你，是这意思吗？你有点受不了了。是啊。啊，你是觉得你第2次考研，你不能原谅自己，是吧？是。你不打算谈这段恋爱了，是吗？我也不是不打算谈这段恋爱，我是第2次考研了，不可能考第3次了。再说我家庭情况不好啊，我不可能说是因为爱情我再耽误我1次考研的机会。那你的意思就是？我那意思我跟他先分开一段时间。你跟我分开一段，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竟然想跟我分开？你知道吗？我为你付出多少？不是，你打算分手到什么时候？打算分手到考完研之后嘛，然后再好。考完研我还要复试，然后复试之前我觉着我第1次考研复试我没有去参加过。这么爱你姑娘，你谈恋爱你不影响你考研啊？现在感情已经影响到我学习了。为什么呀？你给我说怎么影响呢？他为我交考研费，为我去打工，还为我买衣服、买营养品啊。我一个男人。旁边的我同学都挣钱了，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打工去挣钱，
去给自己赚钱买一些东西。啊，那你就去呗。他给我做这些，我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啊，我自信我受不了，你知道吗？一心考研呀。我现在我特别自卑。我给你挣钱，我替你。呀。你只要一心考研，你考上，你以后对我好就行了。我为你买衣服，你照顾不好自己，我为你买衣服不行吗？哎，你能跟他分开吗？不能。我为他付出这么多，我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分开呢？啊，对，你就是自卑是吧，兄弟？我现在我挣钱的年龄了，你挣钱总为我付出。不是你挣钱跟谈恋爱不矛盾，但是我不希望女人给我买东西。那以后就别买了。不行，我得给他买。他照顾不好自己啊。他天天考研，他天天说他没时间。不是，我要给他买晚饭，我给他节省去宿舍的时间都不行，他都不能用吃晚饭的时间跟我在一起去。好，一定要分开是吧？我现在主要是考研2、3个月了嘛。我看你们有什么本事，能让他改变了。3位老师，我就佩服你们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印象当中啊，这是我在爱宝听到的最拧巴的一件事儿啊。我们肯定不能那个分开哈，我们得有一个理由啊。我为他付出那么多，我怎么能轻易分开呢？你说？对啊。以前他对我那么好。对啊，他凭什么不让咱们给他买东西啊？就是。必须买。我就应该照顾他，我们是情侣啊。哎呀，我要是他爹，我得上吊去。我养一闺女都不知道给我买东西，天天就那么一臭小子追着屁股后面送礼。那他以前对我特别好啊。我们是要分也要分个明白，对不对？是不是？不能分。我们不分，但我们得问个明白，对不对？那你别说话了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志在高远，对不对？你也是个男人。我也为了我俩。稍等，考研的事儿还真不一定是为你们俩，至少肯定是为你自己，对不对？是。当你的同岁的人呢都已经挣钱了，你还没有，你非但没有，你还用着女人的钱，对不对？对，这是我愿意的。你能不能不说话呀？而且你家里给你的压力很大，对不对？因为你也耽误了1年时间了，对吧？对。所以此时你3重压力，你想减压，对不对？对。减谁呢？那只能先减自己女朋友的，你别给我买东西了，对不对？对，你现在就你给我的这份这个期望也好，付出也好，你现在先不要给我，因为在我看来，压力。同学们那没法办啊，对不对？人已经要不出国，要不已经考上研了，对不对？还挣钱了呢，家里那也必须得要完成，所以你只能欺负他了。我不相信你那么不通情理，人家给你付出了，交考研费、买衣服、营养品，还要给你买，不行。一面我也不想见你，你这是找自尊的，对吧？因为其实归根到底，你对自己没有把握。你要真有考上研的把握，你不会这么对的。我知道你现在蛮无助的，自己心理上或多或少啊有一些障碍，所以你这会儿其实应该是他最好的一个心理辅导老师，对他带的方式要有所调整，不要时刻提醒他，考研费是我给你的。啊，你的衣服我给你买，营养品给你供着，你可不能失败哦。3重压力都是说你不能失败，但恰恰就少一个说你可以失败。路有很多，摆在你面前的不是仅仅的考研那条路，你还有很多路可以走，至少你还有我。无论你考上与否，我都会在你身边。这不是说我给你做了什么，给你花了多少钱，而是说我始终在你身边，我就是那个最理解你的人。可惜你没有做到，这个孩子唯一出路，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于你给他的支持体贴。那一会儿你才真正的是爱他，那一会儿他真正知道他会感谢你的，而这孩子一定是一个值得感恩的人，好吗？现在控制好节奏，把握好尺度，你们俩在一起没问题。你们之间现在不是谈恋爱，你们现在是交易，你是在做投资，你的投资对象就是他。我觉得在你的性格和骨子里有一种拯救欲，我相信你在跟他的时候，你一定看到他很多可怜的地方，你觉得你有义务去帮助他，然后他但凡给你有所回馈，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你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这种并不是爱情带给你的，而是你的拯救欲获得了满足。
所以你们之间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拯救和一个拒绝被拯救的事情，你们之间没有爱情，这就是一种投资。你投资，然后希望他对你感恩戴德，你看到他开心，实际上是满足你自己的拯救欲，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没有关注他怎么想，他作为一个男人，他愿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你们两个人其实都在彼此消耗你们的能量，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当然，你跟他去诉说，你拒绝收听，因为如果你接受他的采纳的话，你的拯救欲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是你很重要的一个性格隐藏在你心里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你换了一个男朋友，但凡你男朋友下一个男朋友还有点可怜的时候，你马上拯救欲完全又被燃烧起来，咔嚓你又多一儿子。要善于倾听你爱人的心声，否则你将拒绝良性的循环。希望你能反思一些。他要是没考上研，你怎么办？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严重的问题？我相信我一直。如果他没考上，你怎么办？即使没考上，我相信他很努力。我觉得不，他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已经成为他考研所有的阻碍。如果他没考上，你怎么办？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对吗？所以说，准确的来说，你还不是投资，你是在扶贫。但爱情不是扶贫，如果爱情是扶贫，最后就一定是富而不富，贫而不贫。我们可能每个人的眼光当中都认为这个男孩子很有志气，但为什么一个这么志气的男生，说几个生活里面最朴素的道理，姑娘，大多数父母反对的，总是对的，请你记住。好多年轻人说我不信这个，吃亏了。第二条，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一个女生学会矜持，别来不来的就这么付出，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好吗？好了，我不知道最后这点时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平时考研是压力大，但
刚开始我们挺好的，就是后来他认识一个叫敏哥的这个人，就所有的事情都变了。然后敏哥什么人？他是一个，就是也属于我们是一个同行。他认识这个人之后，他就所有的事情都变了。就是敏哥对他特别照顾，然后一有活动就叫他，他就很着急的赶过去。才认识几天，就搁前搁后的这样子。就你平时你跟别人聊天，不是比你大一点的叫哥吗？每一次喝酒，他都主动坐到他那边去，然后还给他买胃药。就是好朋友，属于那种，所以就挺关心他的。这是好朋友，但是行业内的人就不会这么说。平时业务上他对我挺照顾，所以我就多照顾他，这也是很应该的，对不对？而且作为一个老板的话，就是等于算是我的上司，所以我觉得对他好一点也是应该的。以后有活动也会叫我。你指的这个上司是说你在他的公司里还是？就是经常有活动叫我们不属于在谁的。他有活动叫你，你看他给你介绍的那些活，我一开始不让你去，但是你还是去了。那酒吧你喝断片了，你还记得吗？酒吧那如果不是你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你在哪里，是敏哥的朋友，他介绍我去，因为我白天有工作，所以晚上我没事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酒吧唱唱歌。我就觉得你知道那天晚上多挣点钱啊，因为是敏哥介绍我过去的。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在酒吧里面上班，那老板形形色色的男孩子那么多，你觉得我会放心吗？后面你不让我去，不是没去了吗？我就待在家里面啊。那也不是我逼着你不去的，我也不是依着你了吗？他特别的不守诚信。去年圣诞节的时候约好了去唱通宵，然后他到了。就是又接到一个电话，就他说敏哥这边有事，我先走了。他也没有告诉我什么事情。那天然后那天晚上我打他电话一直都是处于关机状态。那天圣诞节，敏哥他那边场子那边缺个主持人，特别赶。我特别担心他，然后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了。着急，因为平时别人挺照顾你的，对不对？别人有事儿你应该也要去帮助别人。对。你帮助有这么帮的吗？我也是做这一块的。我请别人为什么没有主席晚上呢？而且那天晚上我等你的时候大概是5、6点钟。你从他车上下来，我会怎么想？我作为你男朋友，我会怎么想？那天圣诞节玩的比较晚，作为主持人，你是不是所有的节目从头到尾都要最后面？你要最后面才走，可能你还会要帮着收拾一下后面的会场，所以就晚了，就5、6点钟就回来了。而且敏哥呢，他也觉得就是我挺帮他的吧，其实也把我当好朋友、好哥们、好妹妹一样的把我送回来了。哥们儿，你干嘛不去那儿呢？反正圣诞节你也玩，女朋友在上面主持，你在下面。我那天也在忙哦。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挣的钱，我给他买东西，他都不要。给谁买？我用的不舒服。他就觉得我跟敏哥怎么？其实我们真的没什么。你干嘛这么在乎这个人呢？因为他老是带着我的女朋友，在外面干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不都知道吗？他在那儿唱酒吧什么的。对啊，他就是不舒服呀，他心里就过不去啊。我觉得挺正常的呀。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当然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各方面的东西。你还记得吗？就是这个婚礼秀的事情。什么婚礼秀啊？就是婚礼公司，他就是办一个这样子的结婚的，整个过程流程。各种中式西式的走一遍。你是去干嘛？去演新娘。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在婚礼上面特别享受那种幸福的笑容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来宾祝福他们。中式西式的婚礼全部演过一次。是那个敏哥吗？是那个敏哥叫的他，还在婚礼上面戴戒指亲吻呢。有吗？有。对，还咬苹果。这个就是一个表演，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表演形式。你觉得是一个表演，但是对于我来说不是。我觉得我那次婚礼秀纯属一个学习，然后也算是一个帮忙。我也比较喜欢这种新鲜的东西去学习。你这样一直触碰我的底线，你觉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觉得我行得正坐得端，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喜欢这个。但是为什么他每一次打电话给你就很着急的走了？我没有很着急啊，我只是说特别的，就是稍微积极了一点。你要表现出积极嘛。从他出现一直到现在，我对这份感情我已经没有期待，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下去。兄弟，我问你一句，敏哥，你跟他熟吗？我跟他有过几次合作。人怎么样？人我也没有深交过。那你有没有跟他谈过你这感受啊？因为考虑到他的面子的原因，我一直没有去找他谈过这个事情。沟通啊，谈一谈啊。谈不拢，他就是这样。谈不拢哈。我已经跟他解释得很清楚了。如果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跟敏哥见一面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呀？我想问他，为什么一直这样带着我女朋友到处跑？这样他说什么你信吗？那我得看他怎么说。有请敏哥，有请敏哥，来，有请。这是敏哥啊。主持人好。好。其实我刚刚一直在后面看。那么今天我上午特地赶过来，也是小娟打了我一个电话然后我也想当着你的面跟你们澄清几件事情我一直把她当我的好妹妹一样
第一个，首先他人非常的勤快，然后也非常的讲诚信，从来没有掉过单，从来没有放过鸽子。对，他跟你讲诚信，他跟我誓约。你先听我说完好吗，兄弟？你刚刚说的去年圣诞节是吧？他确实是在我那里给我救场。我当时接了一个圣诞的 party， 然后主持人临时掉单了，然后我打了个电话叫他过来救场，而且那天是整晚的活动。然后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非常的疲劳，那天晚上主持非常卖力，然后我早上是把他送回去了，刚好你也在那里看到了是吧？我现在这个心情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那个啊，我可以很拍着胸脯告诉你，我结婚了的人，我也有老婆有孩子了，所以说你放心，根本都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那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他工作呢？我作为一个生意人，说实话，我叫他做一场，他现场给我能把执行督导的活都干了，我可以给他适当加点工资，这也没问题啊。我可以少请2个人的话，我何必不请他呢？而且我们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我们都是湖南永州出来的。你夫人知道这个情况吗？我夫人不知道。啊，你知道她的男朋友这么介意吗？就是他跟你说过吗？你们俩关系？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把这个事情把他扯进去，因为我们本来就很正当的关系。反正这事儿现在已经扯了，都这样了，以后你还用他吗？看他吧，如果说我今天当着你的面，你觉得，小张到我公司这边来不行来做单的话，你可以找我啊。行吧，希望我们反正就是我把她当我的妹妹一样，我也把你做我的兄弟一样。希望我们以后一起合作，有什么东西一起在一起沟通，一起上进吧，好吧？如果有合作的机会的话，没问题。如果我不是考虑到她的面子，我早就去找你了。这根本就没什么，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心里有问题，你自己心里扭曲，你知道吗？你看我做什么你都觉得不好。你这样做，你能让我不误会吗？跟你解释的很清楚。我问一句啊，你用他是因为你觉得他比较能干，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给你省钱的，对吧？对，理解了。我觉得明哥非常感谢你这一路来对我的照顾，然后我在你那边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件事情把你扯到这边来，真的很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们。你还感谢他呢？你怎么不感谢我呢？我一直这么照顾你，你怎么担心你？能不能不说话？你这么丢人啊！我哪丢人了？我只是把事情说清楚而已。小月，听我说一句，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小女孩，你好好珍惜她。我们一个地方的，好吧？衷心的祝你们幸福，也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不要这样子天天吵。谢谢您能来哈，请回啊！谢谢明哥。姑娘，考虑过男朋友的感受吗？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性格可能比较大大咧咧，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我心里面过得去，并没有对不起他，而且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只要我觉得不触碰底线，不越轨，我觉得就行了。而且我也跟他说过，他就是这样，很不能理解我，所以我觉得很压抑。你看现在我们还没结婚吧，以后要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话，还是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过，就更难了。那如果这么压抑，为什么不考虑离开他呢？我觉得我们一路走来，我挺喜欢他的，他对我很好。你还是舍不得他？是的。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呢，老师们？工作和生活全搅在了一起，这对年轻人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爱情呢，都是自私的。你男朋友的种种作为啊、反应都是正常的，否则如果他真的对你不闻不问的话，那其实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当时我老婆也是做模特，然后我们也因为她做活动我们认识。后来呢，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也不太希望她继续做模特，没有安全感，不想让你在那些很复杂的环境里面出现。所以我老婆选择的是，调整自己，因为她知道哪件事儿对于她来说是最重要。所以呢，她选择了不去做模特，上班。但是啊，这上班又有人出现了，她公司的一个别的部门的领导。级别比他要高，学历比我高，挣的当时也比我多，对他还萌生了那个喜欢之意。我老婆这些事儿也都跟我说了，然后呢，我表示出很大，虽然我心里很纠结，但是我会把选择的权利、态度交给你，你怎么处理？你觉得谁好？我觉得他那不错呀，挣的也多，是吧？然后而且他有那个先天的优势是他们工作在一起啊。但是呢，我老婆也是选择了我，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的关键不在于周围出现什么样的人，而在于你本人。
第一，你是否足够看重这份感情，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要把你的职业、兴趣和爱情做一个短时间内的一个选择。第二，在于你在意不在意对方的感受。虽然你说我有底线，我知道什么事情肯定是不能做，我自己也很有原则，但是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你的底线的问题，而是他的底线的问题。如果他的底线在于你就不能跟那个敏哥过多的接触的话，你就应该尊重他的底线。再怎么好的朋友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男朋友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心眼小的，而且可能方式方法上是不够的。当你认为情敌出现的时候，那会儿相反你要做的是更大气的表现，因为你这种种很小气的表现其实是在示弱。假如这位敏哥对他真是有意思的话，那他太可以容易的轻易的把你打败。你只是抱怨，你只是在管他，你只说你不能那么做，不能这么做，但是你具体你做了什么？你做的足够对他的理解了吗？像男人一样那么大气包容了吗？你做到对他足够的照顾了吗？一夜未归你就在家等着吗？你为什么不去关照他？为什么不在他很忙碌的时候去帮助他？因为你还是同行呢。你为什么不能给敏哥或者其他各种哥看到你跟他是在一起的，你在帮他做工作的，而且在你认为那个最复杂的环境里，你始终在他身边。这样你要做了的话，任何人也不可能见缝插针了，因为没缝儿。谢谢老师。首先，我个人觉得你的危机意识太强了。危机意识强是源自于你的自卑心理，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的那种举动，尤其对于敏哥那个出现，其实给你加了很多的负分。男人呢，我是觉得面对女人的时候，你不能一味的要求她为你去牺牲，你更多的是在意自己。你有没有想过我？你有没有在意我的底线？就是你不断的这样针对你女朋友的时候，你记住，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生活的步伐是不一样了。他现在的收入，也许他以后的工作的环境要比你强，你的这种反应，其实你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了，所以你害怕。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又觉得你男人的地位和对这个感情的掌控很危险的时候，于是你做出了现在这种举动，你不断地要求他减少外围的来往，你不断地要求他回到你的身边。其实是什么？你缺乏安全感。但是你缺乏安全感的方式不能够以控制和限制他的生活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前提，否则你就很自私。我觉得你应该很友善地对待他，同时你应该对他保持一个释然和关心，或者是有一个重新开放的心情面对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样子，我觉得你才会很有未来。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涂老师，男人呢总是不懂装懂，女人总是懂装不懂。还有些男人呢是不行装行，但有些女人却不懂行要装不行。你刚才跟那个敏哥说，你以后可以找我呀。敏哥非常尴尬地笑了一下。你要真行的话，他就找你了。为什么找他呢？你不觉得你问得很孩子气吗？作为一个老板，肯定是找能干的人，能够体现价值的人。你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说，那你以后别找他，你找我。人家为什么要找你？不找你恰有不找你的道理，因为你不如你老婆行。你们俩现在谁的工资高？他的，也就是他行喽。你不如他行喽，那就不行就不行嘛。又没有说男人一定要比女人行，但不要不行装行。我倒挺喜欢你的真实，但这种真实在家里面表露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在外面，尤其是今天敏哥来，你应该说，敏哥，我非常谢谢你这么照顾我女朋友，因为事实上别人确实没有对她有非分之想，而且提供了给她很好的平台，难道你不应该感谢她吗？换句话来说，你做得到这样吗？你不一定做得到。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为了解释别人之间的所谓爱恨情仇，来帮别人的忙解释这种暧昧的问题，你不一定敢出来。所以以后不要不行装行，不行就不行，
他行有他行的地方，你有你行的地方。你呢，就太不懂装不行。女生偶尔要示示弱嘛。而且始终我认为，虽然你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在某种方面还是觉得你在矜持方面做的有点不太好。如果我们把问题假想一下，就他什么也不管你5、6点钟回来，从老板的车上下来，回到家，他在家里昏昏欲睡，他充分的给你自由，给你爱的自由，你认为那种自由，你还享受吗？所以说，你应该爱惜他对你的嫉妒，尤其是刚才他在跟敏哥争执的时候，你除了感谢敏哥之外，你不应该说话。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这个让我感觉，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没面子。你刚才说了一句，行了，别丢人了。我告诉你，你们俩在一起，不管是谁丢人，丢的都是2个人，都不可能是丢1个人的脸。所以说，要丢人到家里丢人，没人知道；在外面，还是彼此给点面子，于己方便，与人方便，就这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生活当中其实是要做选择的，想清楚啊，姑娘你也想清楚，人不可能什么都占，明白吗？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其实这么久以来，我还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我希望他回来不需要去那么努力的去工作。如果说我们一起的话，我相信可以一定很努力的组建我们自己幸福的家庭。我也非常感谢你，这么久以来对我很照顾，很关心，我也觉得特别的幸福。发生的这件事情，可能我自己觉得没什么错，没有太去照顾到你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够为对方多想一点点，还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吧。哎，谢谢2位，请回吧。好好想一想啊。有人呢想做一笼子养一只金丝雀，选材呢却是一只雏鹰，就出问题了。来，请关门。所以想用关金丝雀的笼子来关一只雏鹰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看好他们吗？看好选赞成，不看好请选反对。来，请选择。哇，62.96%的观众朋友是看好的，37.04%的观众是不看好的。我们听听大家怎么看啊？您是看好的？是。理由呢？他们相互喜欢呀，所以就应该在一起。你看到了他们彼此的喜欢是吧？因为在这儿能看到那个男生，深情的眼神。哦，哎，你男朋友要是这么对你是特高兴对吧？应该会很高兴。你看他会很高兴，不一样嘛？啊，来，姑娘。我不看好他们，因为我觉得2个人谈恋爱，这个女的是在事业方面比这个男的强一点儿，但是我觉得2个人谈恋爱，男人肯定还是会介意女朋友比自己厉害一点，挣得多，男人就没面子。我跟你说，这都是小男人想的，不信你问这些老男人啊，有一个算一个，有一个算一个。我们都希望我们那一半比我们强好多，我们都不干活才好呢，是不是？阿梦老师，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你看，都是这样，只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啊。我觉得这个男的改变不了对这个女的这种限制吧，还是不看好他。好，他不看好在这儿，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请开门，有请。来，下面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谢谢你，亲爱的。对不起，之前老说误点你。谢谢大家，谢谢老师。男生应该感谢一下敏哥嘛。敏哥不还在下面吗？
感谢敏哥，对不起，对不起，之前误会你了啊！站到这儿来，送你们礼物。复合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幸福油的大奖。你们自己喊开始，自己喊停，好吗？他来决定吧。来，开始，停。恭喜你们啊！请回2位，谢谢。看着他们离去的时候，你就在想说，谁说的爱情不需要技巧？其实也需要技巧。如果他们掌握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幸福。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老图有话说。甜甜圈的用户提问说，婚后妻子依然时时刻刻想着她的前男友，现在孩子都有了，她还是一心想着他。我不想放弃这段感情，可是我真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态度过下去。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得到一个人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这是最痛苦的事情。但是你也太不负责任。他既然不喜欢你，你干嘛要跟他结婚？他既然不爱你，你干嘛要跟他生孩子？既然你这么爱他，请给他自由，因为有一种爱叫放手。感谢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直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摇一摇，摇出100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关注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聚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